一个让中国网友越来越难以接受的现实。最近，越来越多中国网友发出同样的感叹，好像所有人都因为菲利斯塔改变了命运，但唯独菲利斯塔什么都没得到。他曾经带来的是巨大的关注、讨论、热度、流量。他让一个原本普通的村庄被全国网友认识，他让原本默默无闻的邻居拥有了账号、粉丝和收入，他让杜宾从一个普通丈夫走进了大众视野。可现在呢，菲利斯塔本人却被迫回到遥远的坦桑尼亚，带着痘痘彻底消失在镜头之外。而菲利斯塔曾经是这一切的起点。必须承认一个事实，没有菲利斯塔就没有现在这一切，没有邻居们今天的账号，没有稳定更新的视频，没有非洲媳妇家庭的持续关注。最初吸引大家的从来不是邻居，不是背景，不是广告，而是菲利斯塔这个人。他的跨国婚姻、语言能力、文化冲突、家庭互动，构成了最原始也最真实的内容核心。3. 流量扩散之后，主角却被边缘化。但流量有一个非常残酷的规律，它一旦扩散，就会脱离原本的主人。慢慢的，镜头开始更多对准邻居，叙事重心开始转移，菲利斯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，直到最后他彻底不见了。没有告别，没有说明，没有解释，仿佛他本就应该退场。4. 邻居们的生活正在被彻底改变。现在再看邻居们的状态，对比非常明显。网友发现，不用再外出工作，每天拍视频，偶尔拍杜宾，偶尔拍菲尔，生活节奏已经完全围绕内容展开。而这一切的基础依然是菲利斯塔留下的影响力余温。5. 最讽刺的是，菲利斯塔却无法享受这一切。此时此刻，菲利斯塔在哪里？在坦桑尼亚，带着痘痘，远离镜头，远离流量，远离他曾经创造的一切。他不能继续拍视频，参与分成，对外发声，解释现状。他好像被默契地要求安静地消失。6. 不解释成了所有人默认的选择。更让网友难以接受的是，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解释。邻居没有解释，团队没有解释，就连她的老公杜宾也没有解释。所有人都在继续拍，继续更新，继续赚钱。而关于菲利斯塔的问题被统一忽略。7. 杜宾的位置成了争议的核心。在这件事里，杜宾的角色争议最大，因为他既是菲利斯塔的老公，菲儿的父亲，又是如今镜头里的常客。网友最难理解的一点是，你一边在帮邻居拍视频接广告，一边却对自己老婆的去向只字不提。这种矛盾让很多人感到不适。8. 不是要求解释隐私，而是基本的尊重。需要强调的是，网友并不是要求公开所有隐私，大家真正期待的只是一个简单说明，一个态度，一句他现在很安全。但什么都没有，这种集体沉默反而让人更加寒心。9. 当成就者变成被消耗者。回看整个过程，会发现一个极其现实的结构。菲利斯塔带来流量，流量改变他人生活，他人继续利用流量，菲利斯塔被排除在外。他像是一个被用完的入口，入口完成了使命，就不再被需要。10. 豆豆也被一并带离了所有关注。别忘了，还有豆豆，他和母亲一起被留在了坦桑尼亚，远离中国网友，远离曾经熟悉的环境，远离本该属于他的陪伴与资源。而关于他的现状，同样没有任何公开回应。11. 为什么大家会愤怒？因为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流量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责任、利益、边界、良心的现实案例。大家愤怒的不是谁赚钱，而是赚钱的同时却选择性抹去一个人的存在。12. 他不是失败者，他只是被留在了另一端。需要说清楚一件事，菲利斯塔不是失败者，他只是站在了流量分配的最不利位置。他付出了人身隐私、家庭稳定、长期曝光，却没有得到解释权、发声权、参与权。13. 结语，他不该被这样对待。菲利斯塔成就了所有人，却被迫消失在镜头之外。这不是一句煽情的话，而是越来越多网友看清后的总结。他不一定需要站回镜头中央，但他至少不该被当作应该消失的人，更不该在所有人继续获利的时候被集体遗忘。